才享受几天，就被扔到这鸟不拉屎的古代。宿主，求求你正常一些，你再这样发疯也回不去。既来之则安之。安之你大爷！姑奶奶安不起来。二童，我跟你说，反正我死了你也得销毁，你想想哪个比较划算？不就是我绑错人了吗？你至于吗？你身上有重生波动，跟女主名字又只差一个字。1万元和1亿元也差一个字，没手机，没人权，没自由，只有一堆脑残的爹公爹婆，你让我怎么安置？毁灭吧！要么让我死，要么把异能还给我，让我把他们都杀了。宿主，别啊！只要你赚到足够积分，异能就能解锁，元女配的怨气消散了，你就自由了。到时候你想占山为王，还是谋朝篡位都可以。在现代，你只能点10几个模特小哥，在这里你可以3宫6院72南飞。行吧，算你狠。姑娘不好了！小蝶，你慢慢说，别吓到姑娘。姑娘，奴婢的娘传消息说，夫人舍不得大姑娘嫁到永宁侯府，打算让您跟她换亲。换亲？当初把亲事安排在同一天，就是为了方便操作。大姑娘的嫁衣盖头也跟您的极像，夫人昨天还说我们年纪小，特意安排了她身边的青竹、绿竹送嫁，也是为了这个。嫁给永宁侯府那个28岁不能人道，还有个当官庶子的老男人。姑娘，您快想想法子呀！这要是拜错了堂，可就换不回来了。夫人也太偏心了，这不是把您往火坑里推吗？这丫头怕不是为了我，是怕她自己做不成江景瑜的妾吧？也好，就拿你开刀。姑娘，你跟我来。瞧瞧你像什么样子，今天就是出阁的日子了，头不梳脸不洗，到处瞎跑什么？沈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母亲说的这是哪里话？丢脸自然是各丢各的，若真能一个人代表一大家子，那咱们沈府哪还有脸让我丢？你女混账！不是4年前就已经让姐姐丢干净了吗？母亲口口声声让我跟姐姐学她争强好胜，害死未婚夫，成了望门寡，还是学她20多了嫁不出去，连累了整个沈家所有的姑娘。你姐姐从小关照你，已经半点手足之情不念，揭她的伤疤。我没有你这种自私凉薄的女儿。看吧，一旦那个一直吃亏的人不想再吃亏，就成了破坏和平的那一个。这逆女怎么变本加厉了？以前好歹看我生气就收敛些，这是知道要成亲，越发不把我这个母亲放在眼里了。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，换亲的事我已经知道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一天天的不知所谓。不知所谓？行，就当我不知所谓。特意安排2个女儿同一天出嫁，还安排一样的嫁衣，又不许我们的贴身丫鬟跟着，母亲不觉得太巧合了吗？小蝶早就给我探听清楚了，若不是还顾及着沈家的脸面，上花轿的时候我能掀了2人的盖头，让大家看看你究竟偏心到何种程度。完了，二姑娘这是失心疯了吗？怎么把我供出来了？来人，把那嚼舌根的贱婢拖出去！你想干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母亲才对，同样都是你的女儿，你怎么偏心至此？江景瑜是我订婚多年的未婚夫，你凭什么换给沈婉柔？同样都是女儿，可你说说，从小到大，你可曾让我顺心过？你处处掐尖要强，跟你姐姐比吃比穿，什么都要争，何曾体谅过我的难处？你说我掐尖要强，可是你一碗水端平，给我一样的，我又何必去争？什么好的都紧着沈婉柔，她挑剩下的才轮到我。我若不争，吃穿用度连她的丫鬟都不如。你说我不省心，你摸着良心说说，除了跟沈婉柔吵架，我从小到大可曾在外给你惹过事？你那乖巧懂事的大女儿，为了跟人炫耀，鼓动未婚夫亲手给她列大宴，结果害得陈家公子坠马身亡，连累咱们家被陈尚书多番打压，你怎么不说？你怎么不曾做错什么？你的出生就是错，你就不该投胎到我肚子里。明明怀着你的时候，大夫都说是男孩的，为什么生出来是个女孩？我已经有婉柔了，我想要的是个儿子。你不光不是儿子，还导致我难产，几年怀不上。若不是生你坏了身子，你父亲也不会被你祖母压着纳妾生下庶长子。生男生女是我能左右的吗？就因为这些，你从小看我就不顺眼，你对沈池都比对我这个亲生女儿好。亲生的又如何？你连沈池都比不上。沈池就算不是我生的，也从不敢忤逆我。婉柔出生的时候，老爷升了官；沈池出生的时候，我终于怀上了华儿。华儿出生的时候，你父亲承诺我再不纳妾。他们3个都是有福气的孩子，你这个瘟神灾星，凭什么跟他们比？可恶，是元神残留的意念在作祟。这傻丫头
争了一辈子，原来从一开始就输了。宿主稳住，别冲动。母亲终于难得坦诚了一回，还真让女儿受宠若惊。早承认你不喜欢我，也能让我认清事实，免得再对你有什么期待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争的从来不是那些外物，我争的是公平。你也不用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我生下你，给了你一条命，这些年也没短了你的吃喝，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。从来只有你欠我的，我不欠你任何东西。你要公平，你又何曾给了我公平？婉柔和华儿都没让我难产，就你让我难产伤了身子，你怎么不公平一下？二筒，为什么我现在控制不了身体的反应？宿主别急，你现在流的泪都是原主脑子里的水。原生最大的执念就是想弄明白为何母亲不爱他，眼泪流干，执念也就消了。你再坚持一会儿。虽说我不喜欢你，但你好歹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婉宁，你就当帮帮你啊，帮帮你姐姐。从小你性子强硬，就算嫁到永宁侯府也吃不了什么亏。可婉柔不一样，她天性纯善，那种世家大族根本不适合她。再说江家本来求娶的就是婉柔，只是我那好姐姐嫌贫爱富，没看上江家的门第，所以这亲事才落到了我的头上，对吧？陈家公子坠马身亡，偏偏江锦瑜中了箭缘，我那好姐姐可不就后悔了吗？母亲总说我喜欢抢她的东西，你摸着良心想想，究竟是谁喜欢抢谁的？母亲说我是倒霉鬼丧门星，你好好想想，究竟谁才是丧门星？你以为她嫁到江家就能高枕无忧了？原先陈尚书家那么好一门亲事，都能让她克成那样，谁知道江锦瑜这个头名箭缘会不会被她克得中不了进士？你诚心想气死我是不是？沈婉宁没有娘家依靠，你以为江夫人会看得上你吗？没有压箱银子，没有娘家撑腰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日子过成什么样。就因为我不如你的意，你的大女儿过不好，你就想让我也没好日子过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！真该让京城的贵妇看看，一向以温柔和善著称的沈夫人是何等的心狠歹毒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肯不肯跟婉柔换嫁？你若是肯，沈家就还是你的娘家，我多陪送你些银钱。若不然，压箱银子你就别想了，以后也不必再跟娘家来往。哟，怎么还急了？我又没说不还。既然这母爱亲情与我无缘，我也不打算再强求。时间紧迫，母亲确定要继续跟我打太极。你究竟想要什么才肯听话？开价吧。对吗？这才是商量事情的态度。第一，我要母亲写一份字据，签字画押，写明这次换签的真正原因。我那个好姐姐最擅长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这亏我不想再吃了。母亲，别装傻，越是为他辩驳，我越恶心，惹恼了我，你们就占不到便宜了。所以安静听我说。我记得那次舅母送来2匹烟罗纱，1匹月白，1匹藕荷。沈婉柔气色不好，撑不起月白，就先把我的藕荷色抢了，回头还跟表姐妹们哭诉是我抢了她喜欢的月白色。你呢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训斥我，你们母女俩将我的名声都败坏的差不多了，谁还会跟我交朋友？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不可能给你写什么字据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要是让人知道是婉柔不想嫁永宁侯府才跟你换妻，她名声就毁了。她的名声不能毁，我的名声就可以随便毁是吗？你信不信？若是没有这一纸字据，回头她就会传谣言，说我为了攀附权贵设计跟她换妻，合着她为数不多的闪光点全靠我衬托呗。我跟她不一样，只要她老老实实，那么大家相安无事。要是非得踩着我的名声装受害者，我不介意鱼死网破。这个先让我想想，你还要什么？索性全说了。第二，既然想让我替她去那虎狼窝，这嫁妆上就不能亏了我。当初你说姐姐嫁的是侯府，嫁妆必须丰厚，明面上就3000多两，压箱银子也不会少于2000两。既然现在是我嫁侯府，那么这份5000两的嫁妆就必须是我的。婉柔从小没吃过什么苦，那点嫁妆怎么够用？侯府富贵，少不了你吃穿用度。江家清苦，没了嫁妆银子，婉柔的日子怎么过啊？侯府富贵，少不了她吃穿用度。嫌江家穷，嫁到侯府去啊！沈婉柔没吃过苦，我就活该吃苦。就因为我能吃苦，所以就得有吃不完的苦。不能人道，还有个狠毒庶子的傻子老男人，配5000两银子的嫁妆；20岁的英俊介元，配1200两银子的嫁妆。想要哪个，你们母女先挑，别想着既要又要还要。世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。还有半个小时宾客就要上门了，你还有1炷香的时间。咱们沈家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，你还有2个兄弟未成亲。婉宁，抬到永宁侯府的3000多两嫁妆都给你，压箱银子能不能少一些？要么痛快给钱，让你的宝贝女儿跟介元郎双宿双栖；要么就把你的婉柔嫁到永宁侯府去。听说老侯爷年近70，活不了多久了。
那个庶子韩锦城5岁就敢杀人，13岁中进士，侯府早晚是人家的。有这么个厉害的庶子，沈婉柔就算生下10个儿子，也未必能平安长大。不对，我说错了，韩云泽不能人道，生不了。行，都依你，但我劝你适可而止。口说无凭，立字为证。我要3张字据，一张写清楚是沈婉柔嫌弃韩云泽，你们逼迫我换妻，不是我贪图富贵。第2张写明抬到永宁侯府的嫁妆，再给我2000两银票做压箱钱，是你逼我让出夫君的补偿。至于第3张嘛，我要一份断亲书，从此我们母女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你也可以不答应，甚至明冤我把我塞上花轿。但到了永宁侯府，我怎么说你可就管不了了。你说那个庶子韩锦城要是知道沈婉柔嫌弃他父亲年纪大不能人道，还多有辱骂，他会怎么做？韩锦城，那个京城出了名的疯批，这死丫头是豁出去了。她若是硬来，真的会鱼死网破。若是那孽障嫁过去，真对韩云泽做了什么，沈家一家子都得陪葬。这么看来，这一纸断亲书反倒对我们有利。看来这个韩锦城确实把他吓住了。二头，调出韩锦城的资料。够狠！等于说韩云泽的亲爹变成了二叔，继母变成了二婶，这关系真乱。怎么个狠法？睚眦必报，护爹狂魔，有点意思。这门亲事本是陈尚书家为了自己的女儿脱身才塞给我们家的。陈尚书夫人承诺，只要我们家接下这门亲，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。我也是没办法，为了婉柔只能答应。本想姐妹换嫁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谁知这孽障竟知道了。断亲书对你我2家都有好处，你嫁过去，是生是死都与沈家无关。我既想通了，钱财身外之物都给你，只希望你拿了钱就闭上你的嘴，别再惹是生非。看来对付这种人就得比他更狠，更不要命。母亲，时间不多了。这孽障简直是狮子大开口，我有心不给，可他软硬不吃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他不敢赌，在沈家10个我也比不上一个沈婉柔，可沈婉柔也永远比不上他那个宝贝儿子。宿主，既然知道那是龙潭虎穴，你怎么敢去跳？要我说，不如嫁去江家，有剧情做背书，收拾他们一家子也容易。那个韩锦城跟开挂一样，一肚子鬼主意，我觉得咱俩玩不过他。不是你说男女主死了，小世界就崩塌了吗？按剧情，沈婉柔嫁进永宁侯府活不过3年，这会儿你又不怕她死了？这个世界的运行法则是不允许宿主你这个外来者直接杀死男女主，但剧情里他们本来的命运不在此范围内。懂了，借刀杀人不算犯规。原主的愿望是想让所有辜负他的人受到惩罚，尤其是江锦瑜，他想让这渣男把他的痛苦都体会一遍。一刀砍了太便宜他了，钝刀子割肉才疼。你跟我说说，我怎么把江锦瑜的肚子搞大？你有男人生子丹吗？要不你把异能还给我，我偷偷潜进江府把他阉了。江家那老太婆子怜子如命，知道儿子成了太监，心情直这辈子都别想过50。江锦瑜鸡飞蛋打，肯定痛苦不堪，一家子都别想好过。这刀太值了。宿主，咱就不能把这当成全息游戏，按部就班慢慢做任务吗？你能不能别总想着卡 bug？ 姐喜欢有挑战性的高端局，玩垃圾游戏就是浪费生命，别惹我，小心我撂挑子不干了。好的，老大，没问题，老大，您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。好，我写。写清楚，是沈婉柔嫌弃韩云泽年纪大不能人道，还有个厉害的庶子哭着求你换亲。继续。2000两银票，还有陪嫁下人的名单和卖身契，一起拿来吧。交接干净了，我也该去梳妆打扮了，免得误了吉时。好，果然是养不出的白眼狼。不过是让你换个婆家，你就跟我断绝关系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？老天爷要是真会批不孝的人，第一个该批的是沈婉柔，所有的烂摊子都是他惹出来的。
凭什么要拿我的终身幸福去填坑？滚！你给我滚！滚出去！这丫头上辈子靠着欺辱原身，成了江锦瑜的宠妻，留着也是祸害。这个母亲自己处理吧。嬷嬷说二妹妹在跟母亲谈事情，不许人打扰。我这心里怎么慌得厉害？妹妹，你和母亲谈完了？就这寡淡的长相，干瘪的身材，低配版林黛玉，还硬凹人设，江锦瑜也是眼瞎。石婉妮，你又欺负姐姐！今天大喜的日子，你就不能消停一点？还不赶紧给姐姐道歉！啊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就打你了，难不成还得挑个良辰吉日？你管我叫什么？跟姐姐大呼小叫，直呼其名，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华儿，娘，他打我！我的儿啊！母亲，都是二姐，她无缘无故就打弟弟。妹妹也不是故意的，她就是脾气急了些。娘，打他，给我起家法，打死他，给我出气！好了，别闹了。怎么回事？母亲今天怎么向着那小蹄子？华儿都见血了，她居然不罚！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她就要嫁到别人家去了，这会儿打她一顿，你让亲戚们怎么看？再不告诉你父亲罚你！阿娘，您怎么糊涂了？那种字据是能写的吗？这不是上赶着留把柄在他手里，您还把嫁妆都给了他，那我呢？就那几百两银子，以后我在江家的日子怎么过？你以为我想吗？你是没见他那混不吝的样子。我若不答应，谁知他会做出什么事来？你竟然还埋怨我！我这都是为了谁呀？娘亲不气，是柔儿错了。柔儿只是没想到二妹妹竟然这么狠，要跟娘断绝关系。要不还是让我嫁过去吧，谁让女儿命不好呢？只当没生我罢了。都怪那个孽障，冷心冷肺的东西！娘再给你添些，凑到600两，再多真的拿不出来了。你还有弟弟们呢。女儿知道了。沈婉宁，你等着，这些钱我早晚会让你家被吐出来。罢了，钱没了可以再赚。韩景城那小煞星，我们惹不起。段庆书签得好，以后那孽障是生是死，都跟我们沈家没有关系了。胸中一口戾气总算是散了，这大概是原神的不甘吧？何必呢？握不住的沙，不如扬了它。宿主说的对，适当的松一松手，可能收获更好的成果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得不到的情就快刀斩乱麻。检测到沈母、沈婉柔、沈华心情值大幅下降，获得积分300点。这才刚开始。二童，这玩意儿帮我存进系统空间。下不为例。姑娘，小蝶她奴婢不明白，若不是她告密，您还被蒙在鼓里，您为何？你们以为小蝶告密是为了我好吗？他盼着跟我嫁到江家，好给姑爷做妾，这心思早就不是1天2天了。以往年节时往江家送东西，都是他抢着去。他急着告密，是怕自己去不成江家，断了他的青云路。这种会被主的人，我留着做什么？原来是这样，是奴婢错怪姑娘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换亲的事已经定下了，你们要跟着我一起嫁到永宁侯府去。姑娘，您不是去跟夫人交涉了吗？怎么会？我那个好母亲、好姐姐，怎么会因为我闹一闹就放弃？与其两败俱伤，不如将计就计。你们也别愁眉苦脸的，嫁到江家，有刻薄的婆婆和刁蛮的小姑子，日子也未必好过。嫁到永宁侯府，我上头没正经婆婆，等老侯爷没了，2房1分家，咱们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，岂不自在？可那位大姑爷传言他，还有那个小爷。男人不行，我更高兴，省心。至于那个韩锦城，我又不打算生孩子跟他抢家产，他想来也不会为难我一个名义上的嫡母。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，我都不愁，你们愁什么？这事儿你们烂在肚子里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夫人安排你们怎么做，你们就怎么做。记住了，这次换亲只能是一场意外。真是越发不像样了，婚嫁这么大的事，竟偏心到如此地步。婉宁难道就不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？婉宁啊，到了夫家不比在娘家，凡事多忍让，孝敬公婆，与夫君和睦。你看姑姑，真是的，婉宁表妹的婚期早就定了，非要把沈婉柔也安排在这一天，忙不过来就不能错开吗？谁说不是呢？我反正不喜欢沈婉柔那假惺惺的样子，还是跟婉宁表妹说话舒坦。及时到。
二姑娘，请这边走。锦瑜，我来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就算沈婉宁抢走了我的嫁妆又如何？母亲不会不管我的。我的丈夫是界元郎，前途无限，将来我必定是风光的浩明夫人。看看我们新郎官，欢喜的都傻了。荒谬，真是荒谬！我竟真的要娶婉柔为妻了。婉柔那么善良，怕我被蒙在鼓里，成亲前偷跑出来告诉我，她真是太好了。哼，至于沈婉宁那个贱人，贪慕虚荣，为了侯府的富贵，竟逼着婉柔换嫁。哼，也好，她那等铜臭之人，本就配不上清贫的江家，嫁去那阿杂地方，也算求人得人。一拜天地。真的是婉柔吗？现在和我拜堂的，真的是我心心念念的婉柔吗？万一沈婉宁那个女人反悔了，现在轿子里的人还是她，那该怎么办？婉柔，真的是你！木已成舟，现在谁也无法把我们分开了。锦瑜这么喜欢我，绝不会把我退回去。至于沈婉宁，永宁侯府是留下她还是贬妻为妾，都与我无关了。少爷不好了，老夫人头风犯了，疼得厉害。怎么会？婉柔，你先歇着，我去看看母亲。新婚之夜，这分明是给我下马威，不能硬碰硬。我不是沈婉宁那个蠢货，人都是同情弱者的。青竹，进来伺候我更衣。侯母病了，沈婉儿媳理应去侍疾，给我换那身藕荷色的衣服，别上妆，去吧。我只要把孝顺媳妇的姿态做足，怕一个官家夫人总要脸面，定会劝我们回去。到时孝顺名声有了，简瑜也会更怜惜我，一举三得。那本是定给永宁侯府的呀，侯府有权有势，你爹早逝，留下我们孤儿寡母，为娘是怕他们报复啊。哎呀，是了，我只想着和婉柔厮守，却忘了母亲和妹妹。母亲放心，永宁侯府急着娶妻，本就不在乎娶的是谁。我妹妹也一直羡慕侯府富贵，如今将错就错，她怕是乐在其中呢。不然侯府早就发现弄错了人，怎么会到现在还没动静？原来如此，我就说沈婉宁那贪慕虚荣的女人怎么可能不闹，定是看上了侯府的富贵，将错就错了。罢了，你们都回去歇着吧。恶婆婆又如何？只要夫君向着我，她就不敢怎么样。这第二关也就过了。就是不知沈婉宁那个傻子今晚过得如何。宅斗嘛，偶尔换换口味也不错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若是不爽了，就干出情杀出去。看老侯爷这精神头，哪儿像有冲喜的样子？你再看侯夫人那张脸，果然传言不虚。亲孙子郭继出去后就不待见了，
真正难受的怕是二夫人赵氏吧？你看她那笑比哭还难看。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要不是当年这侯府的一切本该是我儿子的，如今倒凭空多了个嫡长孙媳来跟我抢管家权。等那位庶子韩锦成回来，才更有热闹看呐。让他凭空多了个年纪相仿的嫡母，怕不是要结仇了。好饿，什么时候才能吃饭啊？真是个美人哟，二童，这不图图与小奶狗吗？我同意换家，真是棒棒的。她真好看，看我的眼神也没有厌恶，太好了。世孙夫人，请用子孙饽饽。生还行，确实还行，不太熟，但凑合能吃。世孙要说生哦，生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这里不用伺候了。你家的饭还挺好吃的，来点不？好吃，是张大厨的手艺。真乖，吃软不吃硬，我就喜欢这种单纯小奶狗。你不吃了吗？别客气，当自己家一样。什么叫当自己家一样？我已经嫁进来了，这以后就是我自己家，我字典里就没有客气俩字。哦，太可爱了！为了这美食美男，这日子也不是不能过。吃饱了，该圆房了。可我不想。饱了，那聊聊天。怎么忽然不高兴了？没有，夫人，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？你说，我听着。你真的是我夫君吗？我舅舅家10岁的小表弟都比你成熟。啊，走什么？洞房花烛夜，你还想跑？你想干嘛？能动手干嘛瞎逼逼？他怎么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？你这智商是怎么生出那个天才儿子韩锦成的？物极必反吗？宿主，悠着点，别把人家吓坏了。他当年受过刺激，有心理阴影。完了，小奶狗得哄着，我有耐心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回家。回什么家？这不就是你家吗？我想回我自己的屋子。这以后就是你的屋子。你祖父没告诉你，成亲后要跟我一起睡吗？说了，和祖父说，新娘子不会强迫我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欺负我。你要是欺负我，成儿回来会打你的，他可厉害了。你拿儿子吓唬人，不觉得惭愧吗？为什么要惭愧？成儿就是很厉害，祖父说他是万中无一的天才。你爹是神童，你儿子是神童，就你笨得这么稳定，不怕人笑话？我习惯了，我天生就笨。对不起啊，我知道你嫁给我很委屈，你能不能先在我家待几年？我家饭菜好吃，零用钱也多，等将来祖父不在了，我就放你走。我小库房里有好多宝贝，我分你一半，但是不能告诉成儿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不能让你那个成儿知道？你不会是把宝贝许给他了吧？不是，我是为你好。成儿要知道你刚成亲就想着走，会认为你瞧不起我，他会下狠手的。他只对我好，对别人超凶的。躲什么？拜了堂就是合法夫妻，忤摸自己夫君还犯法了？我不喜欢，强拧的瓜不甜。哟，还会说歇后语了？强拧的瓜不甜，但是它解渴啊！你叫韩云泽是吧？过来，咱俩说说话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沈家大姑娘沈婉柔，以后是我的夫人。说对了一半，我以后是你的夫人，但我不是沈婉柔。听好了，我叫沈婉宁，是沈家二姑娘。今天上错了花轿，沈婉柔嫁到我未婚夫江家去了。哈？那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我那好姐姐到现在都没让江家来换人，估摸着这会儿人家洞房都入完了。你是说你姐姐不想嫁给我，你未婚夫也不在乎，所以他俩将错就错了？啊，你这逻辑挺缜密嘛，不傻呀？祖父和成儿也说我不傻，我知道你们女孩子不想嫁我这样的，沈大姑娘不想嫁我很正常。谁说的？我就觉得夫君你很好，知道沈婉柔嫌弃你，你也不生气啊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我又没见过她。那你呢？你未婚夫跟别人圆房了，你看起来一点都不难过。我本来也不喜欢他，正好我娘舍不得沈婉柔嫁你家守活寡，谋划着把我俩换了，我干脆将计就计，还多坑了她一笔嫁妆。她也好可怜，跟我一样。果然还是傻，别人说什么你信什么。你骗我！你怎么可以拿自己母亲的名声开玩笑？没骗你，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是沈婉宁，不是沈婉柔。你也别想让我回家，我娘家人不要我了。
韩云泽，咱俩拜过堂了，你会养我一辈子的，对吧？那现在怎么办？要去找祖父吗？不用，明早再说。这事儿肯定要坦白，但不能实话实说。你明早跟老侯爷说，对我很满意，咱们将错就错，免得他老人家生气。不要，祖父说不可以因为怕他担心就不说实话。行，但实话只能跟祖父说，对外你得替我保密。你也不希望我被人嘲笑吧？我保证，我还会替你在祖父面前说好话。老爷，夫人，出事了！昨日两位小姐上错了花轿，江国爷已经跟咱们大姑娘圆房了。你说什么？奴婢们也不知道进新房的是大姑娘啊！如今木已成舟，姑娘哭得不得了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夫君，妾身也是没办法了，你就再疼柔儿一回吧。糊涂，蠢妇！为了她一个，你连我们沈家上下都不顾了吗？11万。再说婉宁那丫头比柔儿长得好，侯府未必不满意。你当侯府是傻子吗？你这是把侯府的脸面往地上踩！亲娘子是你说换就能换的？婉宁也是沈家骨肉，你这么做就不亏心吗？事情是你管家不利，无论侯府提出什么条件，我们都只能受着，不然为了沈家，恐怕要委屈你了。老爷，你自请去家庙为沈家祈福吧，请罪就要有请罪的态度。进家庙。爷爷，我真有要紧事。好，泽儿长大了，有要紧事了。喝口茶，慢慢说。侯爷，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，我娘逼我，我为了还她养育之恩，就同意了。侯爷想怎么处置请随意，但我是从犯，不能把火都撒在我身上。如果愿意将错就错也行。比起心不甘情不愿的沈婉柔，我觉得我更合适韩云泽。别的不说，我是真喜欢他。爷爷不生气。哼，爷都要气炸了！一个五品官人啊，拿我永宁侯府的继承人婚事做法子。小丫头倒是有胆识，真喜欢我大孙。喜欢，看着他的脸，我能多吃2碗饭。将错就错，这丫头有勇有谋，看着也不像会吃亏的，对泽儿也没有嫌弃，倒好像也不错。侯爷，这事闹开，两家脸上都不好看。这场婚礼花了不少钱，满朝文武都送了礼，您总不能把份子钱再退回去吧？你也不会想把那个已经和别人入了洞房的沈婉柔再换回来吧？爷爷，办婚礼好累，我不想再成一次亲了。也罢，泽儿这傻小子有福气，这个二丫头倒比她姐姐更合适。夫君真棒。侯爷，沈大人与沈夫人求见。宁丫头，你怎么看？夫君，你饿不饿？想不想吃小笼包？想。行，白早膳，别饿着这2个小馋猫。一家人，动快吧。娘子先吃。夫君也吃。爷爷也吃。哎，好，我们泽儿成了亲，就是大人了。待会儿见了侯爷，按我交代的说，别搞幺蛾子。进家庙，还不是你非要换亲，现在倒怪我了，都怪沈婉宁那4丫头，这么快就露馅了。宁丫头啊，我跟你说，泽儿小时候可好玩了。真的吗？夫君小时候这么可爱啊？爷爷，别说了，我都这么大了，要脸的。还有一次，他把我的胡子当毛笔，蘸着墨水。爷爷，你再说我生气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咱们也该见见你岳父岳母了。你们俩躲到屏风后面去听着。侯爷，沈大人和沈夫人请过来了。哼，沈大人，本侯爷真是小瞧你了。千错万错，都是我沈家的错。下官疏于内宅，才犯下这般大错。此事要如何解决，全凭侯爷做主。
沈大人真是好算计，把难题丢给了老夫，还是由你沈大人决断吧。侯爷，新娘弄错这事儿，只有咱们3家知道，不如神不知鬼不觉，悄悄换回来。当然，小女婉柔清白已逝，无颜再做世子夫人，只求侯爷给沈氏留一点脸面，生死无论。老爷，沈大人好决断，只是本侯爷可不想担了逼死你沈家女儿的骂名。这沈崇礼嘴上说着让姐姐去死，其实是以退为进，逼爷爷不能真把姐姐怎么样。当官的心眼子就是多。那可不能在朝堂上混的，哪个是省油的灯？对了，我刚分析完这个时代的科举难度，13岁就考中进士的韩景成，智商相当于现代的。别说了，压力山大，给这种妖孽当后妈，我怕是活不过3级。算了，有这么个傻爹，那位天才神童应该没有厌蠢症吧？侯爷，杀人不过头点地。婉宁既已嫁入侯府，便是侯府的人，生死荣辱全凭侯爷做主。沈家再不干涉，下官奉上5000两银票和一副青云子的真迹，以表歉意。贱内愚钝，自请去家庙祈福，给侯府赔罪。只求侯爷要打要杀，可着我夫妻2人来，莫要牵连了沈氏一族。老爷，前错后错都是我的错，先后也网开一面，要是看不上我家二丫头，休了，或是留下做个奴婢也成。蠢货！我刚抬出宗族，是想让侯爷适可而止，你让他做奴婢，我沈家的脸还要不要了？沈夫人言重了，就按沈大人说的办吧。只不过沈婉宁既然已经你闭嘴！宁儿别怕，都怪你母亲糊涂。你放心，有爹爹在呢。劳烦姑娘了，宁儿惯用的丫鬟我们已经带来了，就在2门候着。沈大人放心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宁儿，是爹娘对不起你呀。事已至此，你也想开些。世子虽不如江家小子，但身上有爵位，过几年世子袭爵，你就是正2品的诰命夫人。这偌大的侯府都是你当家，好日子在后头呢。现在想起打亲情牌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无利不起早，看我怎么坑你！爹爹不必自责，只是母亲说我嫁入小门小户，也怎么教我大宅男的规矩。如今到了侯府，女儿怕自己露怯，丢了沈家的脸。江家才多大点地方，我教你大户规矩，你用得上吗？怕丢脸就多学多看。闭嘴！宁儿不必理他，规矩的事不急，回去爹爹替你寻一位宫里退下来的嬷嬷。不必了，爹爹，我都嫁做人妇，再找嬷嬷学规矩，恐让人耻笑。女儿觉得比起规矩，还是想法子融入侯府，讨侯爷欢心更重要。您说呢？好孩子，你这么想就对了。有什么需要爹爹做的，尽管说，咱们是一家人嘛。有爹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你也知道，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，这府里上上下下主子众多，我这个外来的，要想不得罪人，总得知晓些个人的喜好禁忌吧。里里外外都要打点。爹啊，您看……沈婉宁，你别太过分！你姐妹俩的嫁妆，再加上给侯府的赔礼，家里哪还有钱？哦，那算了，爹娘以后就当没我这门姻亲吧。我在这府里不受待见，想来也帮不上家里什么忙。唉，白嫁。你不受待见，是你性子不好，关银子什么事？你姐姐人缘那么好，怎么不见她要钱？母亲亏不亏心？交朋友得有来有往，
别人送个银簪，姐姐回个金镯，人缘能不好吗？您从小贴补她多少东西，如今我想打点下人打听消息，不花钱谁理我？您以前不也打点过我爹身边的小厮吗？你好了，都少说2句。前面的投资已经赔进去了，若不能让这丫头在侯府站稳脚跟，就全打了水漂。罢了，99拜都拜了，不差这一哆嗦。宁儿想得周到，打赏的钱不能省，家里确实不富裕，爹让人给你送500两银票，你先用着。老爷，他……你闭嘴！宁儿受了这么多委屈，还为家里着想，你若再辜负孩子的心意，以后就在家庙别出来了。气不气？就算我跟你们断了亲，只要爹不知道，他就会一直往我身上砸钱。你以前舍不得给我的，现在都得乖乖送到我手里。我不能说，我若说了，夫君知道我签了断亲书，肯定饶不了我。我得忍，等我的华儿金榜题名，看我怎么收拾你这死丫头。宁儿在侯府好好过，有什么事儿就派人回家说，沈家永远是你的后盾。多谢爹爹，女儿记下了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跟你说，大姑娘在江家可不好过。听说新婚夜江老夫人就病了，大姑娘跟江公子去市集，我早上看她眼睛都肿了，活该。姑娘，姑爷好相处吗？老爷夫人怎么说？放心，老侯爷很好，你们姑爷也好得很。以后这锦芳院就是咱们的地盘，都把心放肚子里。姑娘放心，我们一定不给你惹祸。也没那么夸张，真有人欺负你们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，回来咱们一起套麻袋。赶紧吃点东西吧，侯府的点心可比沈家强多了。上辈子他们的结局一个比一个惨，春儿被小蝶陷害，卖进脏地方屈辱而死；杏儿被逼嫁给赌鬼，熬瞎了眼睛；小桃陪着我，过得连3等仆妇都不如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他们。江家那群黑心肝的，等着我。姑娘，你怎么这么看着我们？怕什么？这是你们姑爷。夫君，这是我的贴身丫头小桃、春儿、杏儿。见过姑爷。哦，快走！祖父、祖母、二叔、二婶他们都到了，让咱们去敬茶呢。这都快吃午饭了才敬茶，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呢。祖父说不用，咱俩等着收东西就行。你别怕，大家只是说话怪怪的，除了二叔，没人骂咱们。今天祖父在，他应该不会骂人。这傻小子也太实在。孙媳给祖父祖母敬茶。哎，好，好孩子，我年纪大了用不上，你带着正合适，以后啊就是一家人了。多谢祖母。各位弟弟妹妹，事发突然，嫂嫂未来得及准备礼物，改日再补上。这丫头好个自来熟，半点不见新媳妇的拘谨羞涩，倒是个不好对付的。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！老侯爷，午膳已经准备好了。唉，看着这群戏精，再好吃的饭菜都不香了。想开点，食不下咽的又不是你一个。你没看老侯爷一碗汤喝了20分钟吗？就怕自己先撂筷子，晚辈吃不饱。他不是只偏心韩云泽吗？去
确实偏心，但他也疼其他孙辈。这世上就没有不偏心的人。我厌恶的不是偏心，是明明偏心还死不承认，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。没错，这么爽的事只能我做。香秀，以后你就跟着大奶奶吧。爷爷这是不放心，刚进了门就塞了个眼线进去，有好戏看了。人形监视器无所谓，我最大的秘密是系统，别的也没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。正好，多个活百科。这是香秀，以后都是自己人。侯爷怕大奶奶不熟，才请我过来。家里已给我定了亲，也就待2年，以后这院里还得养着3位妹妹呢。二筒啊，这么可爱的男孩子，怎么就成了老男人呢？这颜值，放现代开直播，能月入10万。从数据分析，28岁在本时代相当于现在的45岁。他显年轻的原因有3：1养尊处优，2不近女色，作息规律，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智商低，没心没肺。你醒了？你喜欢看画本子，平时还玩什么？看画本子、画画、算学、种花。平时除了陪祖父和成儿，就自己玩。真够宅的，都不出门吗？出门啊，祖父让我每隔几天必须出门3个时辰。我会去买书、买点心、买玩具、喝茶、看戏。好，比那个江公子强多了。您这可算是掉进蜜罐里了。夫人，能不能下个月再买胭脂啊？我把月钱花完了。我也没想到只有这么多，我以后不买那么多画本了。你平时月钱多少？好像每月10两。画本子最多100文1本，你一个月买画本子也只花1两半。天气喝茶能花多少？你喜欢算学？自己算算，你每月该剩下多少钱？而且逢年过节，祖父祖母给你的压岁钱呢？你小时候积攒的那些呢？粗略一算，你最少该有上千两。难不成你的银子长腿自己跑了？啊！我的小钱钱被人偷了！还行，没傻透。那你觉得是谁偷了你的银子？江洋大盗。看画本子看魔怔了，江洋大盗放着侯府库房不偷，专偷你的小钱匣子。我看啊，是监守自盗。你是说李嬷嬷？为什么她要那么多钱干嘛？哪有人嫌钱多呢？是不是？二筒，帮我看看怎么走能让他死棋。跟傻子下棋还用我开挂作弊？我就没见过比你更无耻的宿主。怎么能说我男人是傻子？他只是智商点的有点低。再说了，我这是拿你当陪练，锻炼他的棋艺。大奶奶，小桃迟迟未归，奴婢去看看。李姐姐，新来的那位毕竟是主子，你也消停些，别让人抓了把柄。狗屁的主子，不落户出来的就是眼皮子浅，还嫁过来一点就糊弄世子的银子，这也太心急了。世子
子就给他了？可不，钱箱子整个抱过去了，也不知用了什么狐妹子手段。可惜他不知道，在这府里光哄世子没用，能不能活得看大少爷的。大少爷，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多了个嫡母吧？等大少爷回来，有那女人的好果子吃，侯爷都保不住他。呸！不知死活的老婆，当奴才的背后编排主子，你还有理了？走，姑奶奶跟你去见管事的，我倒是要看看今天谁被揭了皮。哟呵，反了你了！你说我们编排主子，谁看见了？我们还说啊，是你编排主子呢。敢做不敢当的怂货！看这衣服啊，该不会是那位带来的吧？陪嫁丫鬟，正好主子不敢动，拿你个丫头开刀。哎呦，作孽呀！这盆兰花是大少爷送给世子爷的，你竟然给摔碎了！好个毛手毛脚的贱丫头！小门户出来的就是眼皮子浅，都说了这东西金贵，偏要手欠。这回看你怎么交代！你们血口喷人！小丫头片子还想跟我斗，想拿回银子，先处理你这丫鬟打碎大少爷心爱之物的事儿吧。难怪大奶奶左等右等不来人，原来是在这唱大戏呢。李嬷嬷，世子夫人请您过去，你是想让夫人亲自来请吗？香秀姑娘，您怎么来了？但这丫头打碎了世子的兰花，您看这……凭你有什么事儿，还能让主子等你不成？带走！再废话，直接拿绳子拖着走。香秀姐姐，解决不了麻烦就解决找麻烦的人，墙倒众人推，懂了吗？哎呀，又被堵住了！夫人好厉害，明明再下一个子就能赢，还故意让着我，可我实在连不上了。好笨啊！要是成儿在就好，成儿聪明。我又输了，还欠了夫人20两银子，下个月和下下个月的月钱都没了。我好笨，好没用。世子夫人，你怎么能掐世子的脸？女子出嫁以父为天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，有违妇德。哦，这么严重啊？那你去跟侯爷说，把我进猪笼吧。李嬷嬷如此忠心，侯爷肯定会大大奖赏你的。世子夫人恕罪，老奴年纪大糊涂了，实在是世子爷从小不容易，我们当奴才的都捧在手心，怕磕着碰着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这老婆子计较。我想去如厕。我怎么跟了这么个没用的主子？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李嬷嬷，世子的钱一直是你管着，这箱子里就3、5块碎银子，2吊钱。堂堂侯府世子，连20两私房钱都没有，这15年钱都去哪儿了？夫人，这账可不能这么算。世子爷花销大，吃饭开戏买画本子，还时常施舍乞丐。大前年还买过一个卖身葬父的孤女，钱不够把玉佩都压了。前些年积攒的银子早就见底了。说的倒挺好听。香秀，带人去搜他的屋子。小桃，把世子的小厮长平、长安叫过来，先把这老货给我绑了。世子夫人，你不能不讲道理，我是侯夫人安排给世子的，你没资格绑我。有没有资格不是你说了算。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，我就是不讲理。怎么，你咬我？祖父说要听夫人的，不能纵容奴才。可是夫人笑得好凶，像成儿发火的样子。李嬷嬷虽然偷了我的钱，可我不想她被打死。那个夫人，你跟我去一下内室，我有事。这不好吧？大白天的呢，你怎么这么不正经？我没有，你冤枉我。再这样，我告诉祖父去。这么严重，还告诉祖父啊？那不告状行不行？指望这个傻子是没用了，也不知道二太太那边会不会来人。新媳妇第一天就处置丈夫的管事嬷嬷，这是在打二太太的脸，她不会坐视不理吧？果然是个小家庭，没一刻安分。夫人，您不去看看，这世子夫人越过您处置李嬷嬷，不合规矩啊。规矩在这府里，侯爷才是规矩。侯爷早说过，那父子俩的事不用我操心。如今出了纰漏，自然也赖不到我身上。那就这么放着不管，让他处置了李嬷嬷，岂不是打了您的脸？这李婆子贪财，但对那父子俩却尽心尽力。沈氏现在处置了他，最不高兴的就是侯爷和韩景成那个小崽子，一次得罪2个最不能得罪的人，他蹦跶不了几天。我犯不上掺和，看戏就好。按他留李嬷嬷一命，打10板子赶出去就行。这小傻子还挺善良。大奶奶从李嬷嬷房里搜出了500多两银子。你们2人把世子每次出门的大概开销和超过20两的大额支出都写下来。香秀，你带着这些银子和供词去回禀侯爷。是。
这丫头胆大心细，也知道护着泽儿，不错，全交给世子夫人处置。锦芳院的下人，你也嘱咐一下，让他们认清主子。管事嬷嬷李氏，身为家奴，不思宗主，反倒阳奉阴违，中饱私囊。15年间，贪没主子私产上千两，此等恶奴，绝不饶恕。夫人为什么非要我看着？我知道这是杀鸡儆猴，可我不是猴子呀，我乖，不吓唬也乖。新夫人看着娇滴滴的，下手这么狠。李嬷嬷可是府里的老人了，说处置就处置了，以后咱们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。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以后你自己的钱自己管，我教你个法子，看，初始资金500两，每次有收入就记一笔，花钱了就出一笔，每个月盘点一次，一目了然。夫人，你好聪明啊，这个方法真好。你不是喜欢算数吗？我考考你。有点东西啊。你再看看这道题。夫人，我不会。看好啦。宿主拿小学几何题糊弄古人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有能耐你整微积分啊！滚！美女的事情你少管。没看我撩帅哥吗？再说我也得会啊。不会没关系，本系统提供专业教材，让您沉浸式体会考研的快乐。圆润的滚！夫人，我解出来了，你快看看，对不对？夫君真厉害。夫人，再给我出几道题嘛。这道题有点难，你慢慢想。求知欲太旺盛的学生太费老师了，明天得给他找点别的事干。夫人，我祖父说要和夫人多接触，这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睡在一起是应该的。奇怪，昨天和今天睡在他身边，我居然没有那么抗拒，睡得很香。永宁侯这老家伙，锦城这孩子哪儿都好，就是出身不好，好不容易前途大好，老侯爷偏偏给他弄个嫡母来添堵。以这孩子的手段，那沈家女恐怕1个回合都撑不过。去吧。渣！皇上又想逗小韩大人了，也不知等小韩大人知道了圣上的骚操作，会不会炸毛？也不知这些日子父亲可安好，二房的袭人是否安分？早知道离京数月，当初就该告病，或者把父亲带在身边。这男人皮肤真好，明明我警惕性很高，在他身边却能睡得这么沉，缘分啊！不过我醒了，你怎么能继续睡？夫人，早上好。夫人，你看我做出来了。哎呀，我就是想睡觉才出的难题，他还真做出来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做得不错，其实这还有其他的方法。原来如此，夫人你好厉害。这哪像夫妻啊，分明是哥俩好吧。走，我还没好好逛过这侯府呢，你带我逛逛。哦，对哦，祖父嘱咐过我的。走。大哥大嫂，大嫂在娘家没看过这么大的园子吧？那可得好好逛逛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逛不着了。我家确实没有，难道弟妹家有？你祖父不过是礼部尚书，父亲也才是个翰林，居然能建起侯府规格的园子，没少贪吧？你血口喷人！我祖父清廉刚正。哦，没贪啊，那就是你家也没有这么大的园子喽。既然大家都没有，你有什么资格嘲笑我？还说什么看一眼少一眼？弟妹是在说你自己吗？毕竟我家夫君才是这侯府未来的主人。大嫂真是好命，每天都有大哥陪着。我家夫君可忙了，正温习功课准备科举呢。真羡慕大哥整天无所事事。你是该羡慕，我家夫君命好，不用努力就有个现成的爵位等着。弟妹你也别急，等二弟考上进士，熬个10年20年，怎么也给你挣个5品诰命。加油，我看好你们。你欺人太甚，除了爵位，你还能显摆什么？文不成武不就，空有爵位有个屁用！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二少奶奶，咱们快去找二太太做主。沈婉宁，你给我等着！大嫂，你也太冲动了，要不去母亲院里给二嫂道个歉？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成这样？弟妹这般不像话，确实该好好管管了。我这个当嫂子的，不能看着她越错越多。走吧，去二婶院里坐坐。不能去，二婶是坏人，夫人会吃亏的。我们娘几个聊天，有你个大男人在不方便，你先回去。
世子夫人真是好大的威风，方若再不好，也是你弟媳，你怎可直接动手？咱们侯府可没见过这般没教养的媳妇。二婶说的是，侯府确实不能有没教养的媳妇，所以我才替您教训她。弟妹大逆不道，口无遮拦，诋毁圣上。我若不赏她2巴掌，让她闭嘴，传出去，二叔和二弟的前途就都毁了。我这都是为了侯府好啊！你胡说，我什么时候诋毁圣上了？沈氏，找借口也找个像样点的。文不成武不就，空有爵位有个屁用？这话可是弟妹亲口说的，我没冤枉你吧？是要怎么样？你男人就是个废物，还不让人说了？圣上亲封的爵位，在你嘴里竟然没有屁用！楚方若，你藐视圣上，该得何罪？自己找死，别连累整个侯府！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说的是，住口！你个蠢货，这种有歧义的话也敢乱说！母亲，是他强词夺理。你说不是就不是，跟我说没用。要不要我让人把你这话传扬出去，让满朝文武、满城勋贵都评评理，看看这爵位是不是没有屁用？婉宁，你弟妹不懂事。你做大嫂的多担待，这事是她口无遮拦，回头我好好说说她。糊涂东西，还不赶紧向你大嫂道歉，否则你就超一100遍女妓。老二那里，我自会给他找个可心人伺候。对不起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客气。不过弟妹以后说话可要谨慎。今天这事，就算皇上大度不追究，满城的勋贵呢？你这话可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我家夫君无所谓，可二弟将来是要做官的，你这么得罪人，让他以后怎么在朝堂立足？蠢货，连坏都坏不到点子上，想惩治人，偏要逞口舌之快，还把把柄送到人家手里。母亲，大嫂也太欺负人了。你们呐，真是奇了。这沈婉宁不过是小门户出身，倒挺会扯大旗做虎皮。看来以后要对付她，得更小心才行。不是你回去了吗？就那么担心我被欺负？二婶不是好人哟，我们家夫君还知道谁是坏人呢。看来这赵氏以前没少给他亏吃，自己的人自己护着。再敢作妖，连本带利讨回来。回去吧。好。大奶奶，侯爷知道了，不但没罚你，还让人送了好多赏赐来，说是给您明日回门用的。意料之中，这老侯爷是明晃晃的给我撑腰呢。大奶奶，世子爷，二少爷韩云浩求见。我不想见他。别怕，我陪你。大嫂，是舍内管教不严，给大嫂添麻烦了，我替他给您赔个不是。这傻子真是好命，居然娶了这么个尤物，比上次见更勾人了。道歉礼我收到了，你回去吧，我不会跟祖父告状的。傻子就是傻子，你以为我怕你告状？要不是祖父那边要个交代，我凭什么来给你道歉？二弟越来越讨厌了。婉宁，二弟也不是好人，你以后要躲着他走。怎么会？我看二弟挺有礼貌的。不是的，他以前总欺负我，往我衣服上泼墨，弄坏我的东西。他还好色，我看到他抱二叔的丫鬟连翘，把连翘都吓哭了。没几天，连翘就跳井死了。总之，你离他远远的。看把你急的，我又没说不信你，你都能看出他不是好人，我看不出来。放心，我是世子夫人，不是他能随意欺负的小丫鬟。楚风若嘴欠，我就扇他的嘴；韩云浩要是对我起色心，我就废了他，让他进宫换个赛道，说不定还能有番作为呢。婉宁，你怎么什么话都说，不知羞？哎呀，害羞啦？身体又不对劲了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说正事。忘了明天是什么日子了？没忘，回门。祖父给的礼不够吗？我小库房里还有，你去挑。傻大方，沈家人对我不好，给他们好东西白瞎了，捡点面上好看不值钱的就行。对了，你找2本咱大儿子开蒙时用的字帖，就说是文曲星用过的，拿去镇场子，稳稳压江家一头。咱大儿子这感觉不赖，我们就像一家人了。礼物上压过江家容易，可我不行。江公子是解元，我连童生都考不过，嘴还笨，我肯定会给你丢脸的。谁说的？论容貌咱不输，论才学你有容貌，论能力你有爵位，论人脉你有儿子，随便哪样都碾压他。你就记住了，明天回门，他们说话你听不懂，你就冷着脸不说话。来，给我兄一个看看。哼！我的天，你这是想萌死我，好继承我的嫁妆吗？好，不笑了，
你刚才那神情不错，就保持住，哼就别哼了。婉宁对我这么好，我不能让你在娘家人面前丢脸。我想让沈家的女眷都羡慕你嫁得好。答应他，宿主，装逼小课堂必须开起来，这是赚取积分最好的机会，让沈氏后悔，让沈婉柔嫉妒，让江景瑜自惭形秽，一次炫耀，积分暴涨，这买卖谁不干谁是傻子。反正都是玩，教教这小傻子怎么装腔作势，以后也用得上。双商不够，经验来凑。宿主加油，我们提供多场景模板供您参考，包教包会。婉宁，沈家的人我还是有点怕。别怕，女眷那边你不用管，尤其要离沈婉柔远点，那是个死绿茶，你玩不过她。男的呢，岳父沈崇礼道貌岸然伪君子，二弟沈池爱占便宜心眼多，三弟沈华是个炮仗，沾火就着，总之没一个好东西，随便应付就行。夫君，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，不如我们做点有意思的事。我要睡了。梳洗，早晚吃了你。又有那种怪感觉了。我知道这对婉宁不公平，她是在守活寡，可是一想到那种事儿，我就害怕。再等等，再等等就好。起床啦，起床啦！烦死了，起这么早。唉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要是绑了韩云泽这样的宿主，我该是多么快乐的小系统啊！光这一套就抵得上沈婉柔所有嫁妆了，看她眼不眼红。哟，小夫君很上道吗？掌握了气人的精髓。我娘留给未来儿媳妇的，你戴好看。我的天，太美了！哎呦，这是谁家的小天使啊？还会抱金币，快到姐姐碗里来，让我亲个够。世子妃，自从成了亲，姑娘的羞耻心好像都败没了。这要是在沈家，又要被打手板了。柔儿啊，我们江家家贫，实在拿不出像样的回门礼，委屈你了。这是你公公的遗物，这是我的嫁妆，你一定得加上，也算我们江家看中你的一片心。母亲，这如何使得？老白脸，这两样东西加起来值几个钱？非要弄得跟挖了江家祖坟似的，这是要让我背上多大的黑锅？以后但凡我有点不适，就得被唾沫星子淹死。娘，嫂嫂一来，娘就要把爹的遗物都送出去，真是……不怪你嫂嫂，都怪我没教好你。你爹要是活着……婉柔，娘也是一片好心，你就收下吧。我妹妹不懂事，你多担待。理解个屁！这死老太婆就是故意恶心我，你还装瞎？凭什么我就活该受委屈？哎呀，这差别也太大了。原本还可怜二姑娘，现在看人家是掉蜂窝里了，那大姑娘怕是心里不平衡喽。沈婉宁还是这么庸俗，弄这么大排场，不就是诚心想让婉柔丢脸吗？幸好没娶她。哎呦，贤婿世子，快请进。韩元泽不是快30的赤傻老男人吗？怎么会这么年轻英俊？柔儿，快让娘看看。叮，收到来自沈婉柔的嫉妒值加1000，收到来自沈氏的怨念值加800。宿主，这波血赚！姐夫，幸好提前培训过，我应该没给婉宁丢人。这个江锦瑜长得没我好看，礼物也没我多，就是岳母和沈婉柔太讨厌了，欺负我媳妇儿不惜了。老爷，您陪2位贤婿聊聊，我带女儿们去后院。华儿，你多跟你大姐夫学学，但凡学上2分，过了童生试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他这是在故意抬举江锦瑜，贬低我吗？这老太婆又犯病了，不是让她去家庙思过吗？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啊？娘说的是，大姐夫就是我的榜样，我一定好好学。蠢货，真看不清形势，放着侯府世子的大腿不抱，去捧一个前途未卜的解元。早知二姐有这般造化，我当初就不帮大姐了。现在是好，
还来得及吗？小弟好志气，科举方面二姐夫没什么经验，倒是给你准备了礼物。听婉宁说，两位弟弟都在读书，这是我家成儿开蒙用过的东西，不值什么，讨个好彩头，还望莫要嫌弃。这可是神童韩锦成用过的东西，稀世珍宝啊！韩锦成，13岁中进士的神童，他开蒙用的东西，对读书人来说堪比圣物。我刚才在得意什么？真是可笑！蠢货，还不快谢谢你二姐夫！这可是文曲星用过的东西，千金难求。今年再考不上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！多谢二姐夫厚爱，二姐夫高瞻远瞩，非我等凡夫俗子可比。还是池儿懂事啊。小老婆生的贱种就是养不熟，得留点后手收拾这小畜生。夫人夸我了，这个手势是很棒的意思。原来跟外人打交道也不难嘛。沈大人也不聪明，这毛笔都是我用旧的，他还当成宝，我这算是给婉宁出气了吧？好了，女儿好不容易回来，你们娘几个去后院亲享亲享，老夫跟两位贤婿喝几杯。看来世子爷是被宁丫头迷住了，太好了！没想到夫人阴差阳错还办了件大好事儿，以后沈家的好处还会少吗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你回自己院子吧，半个时辰后来我院子吃饭。是。娘，你看他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他戴的一只镯子都比我全部嫁妆还贵。早知道韩云泽是这样年轻英俊的贵公子，我何必换妻？江家日子根本不好过，凭什么我要去伺候那个老太婆和小姑子？都是笼络男人，我嫁进侯府笼络韩云泽多好。娘，我不甘心。傻孩子，别看那死丫头现在风光都是虚的，高价不易，色衰爱吃，几件首饰算什么？人前显贵，背后还不知受了多少罪呢。你怎么知道他就受罪？传言还说韩世子是傻子呢，他哪里傻了？早知道我还不如嫁过去，哄着侯府的人好歹有好处，凭什么让我去哄江家那老太婆？我的柔儿，嫁都嫁了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那侯府是龙潭虎穴，你真以为那死丫头日子舒心？娘，我不管，我嫁妆太寒酸了，在江家都抬不起头，您得再补贴我些。这点东西，连沈婉宁一根不摇都比不上。娘，沈婉宁身边那叫小蝶的丫鬟呢？请那小蹄子干嘛？关柴房了。别呀娘，小蝶跟了二妹7、8年，对她最了解。我们把她送到二妹身边，不就是安插了一个眼线吗？她全家都在府里，谅她也不敢不听话。那死丫头既然主动揭发小蝶，又怎么可能再把她带走？她私下里自然不肯，可若是在韩世子面前呢，我们不用主动提。让小蝶自己看准时机冲出去求情，当着夫君的面，她若不想暴露自己凉薄的本性，就只能捏着鼻子认了。我这就叫人把小蝶带来。你这个死丫头，连累了全家。我们要是被发卖出去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夫人要见小蝶。听见没？这是咱家最后的机会，给我往死里磕头，保住差事啊！别耽误时间，今天府里有贵客，吵到了主子，有你们好果子吃。贵客是2位姑娘回门，难道是2姑娘良心发现，要带我去侯府了？不是夫人找我，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好歹从小一起长大，二妹妹也太狠心了，不光出卖你，还把你丢在府里自生自灭。求大姑娘给奴婢指条明路，奴婢下辈子给您当牛做马。是个聪明的。今天侯府世子也来了，能不能回到二妹妹身边伺候，全看你自己的本事。侯府规矩多，有自己人看着，家里也能放心些。奴婢是沈家的家生子，若能去侯府伺候，必当谨言慎行，不丢沈家的脸。福玲，你带她去梳洗，换身衣服，收拾好了就去垂花门等着。能不能被带走，就看你的本事。好好做事，再分不清主子，你们一家子就去黑煤窑团聚。奴婢不敢。叮，收到来自沈婉柔的嫉妒值加500。叮，收到来自沈氏的怨念值加300。二妹妹也太没规矩了，饿死鬼投胎一样。
侯府没管你饭吃吗？关你屁事啊！你是嫁到八卦阵里了吗？这么阴阳怪气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心情好胃口就好，这个你羡慕不来。好心提醒你，以江家的生活水平，你下次再想吃这么好的饭菜，怕是要等到猴年马月了。你有什么可得意的？哟，我可太得意了！有的人机关算尽，丢了金镶玉，捡了个破石头。我这个躺赢的小低调，实力不允许啊！母亲，您说这是不是叫偷鸡不成蚀把米？你就一点骨肉亲情不念吗？早知你是这样的畜生，我当初就该把你溺死在尿桶里。呀，您老人家老年痴呆了，您的生养之恩和我的孝道，不都给您大闺女换夫君了吗？怎么，你宝贝闺女把江锦瑜睡完了，提上裤子不认账？闭嘴！吃那么多也不怕胖死，小心被夫君嫌弃。你瘦，你最瘦，连灰带核3斤6。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轻吗？因为你不要脸还没心肝，脑子是日用品，不是装饰品。麻烦你偶尔动一下，别整天满脑子都是雌竞。你和沈华捆一块儿，都比不上沈池有眼力见。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真好玩。小桃，盛饭，我还能再吃一碗。我文采斐然，前途大好，岳父竟如此趋炎附势，真是市侩。岳父是科举出身，两位小弟也读书多年，韩世子想必也是文采斐然。咱们干喝太闷，不如玩个文人间的小游戏，联络感情。好啊，大姐夫说的对。好。玩游戏。那好，前序两妇人争一小儿，皆言是其母，小儿尚不能言，如何判断？令二父争抢小儿，真母必不忍心，不强者是也。母爱如山，为人子女当孝顺。既然岳父出了判题，那在下就出一道实证。世子爷勋贵出身，想来更熟军队，大米100钱一担，一哨所每月军需20两。敢问哨所屯兵几何？这题看似简单，实则要换算多次，还要了解军中配给。他一个傻子，定然答不出。300人，哼，世子不妨再想想，这么简单的题有什么好想的？就是300人。既然世子执意如此，那就请喝酒吧。正确答案是210人左右。您这个差的有点多呀。我没算错，绝对不可能是210人。你是怎么算的？呵呵，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非要自取其辱。每月军需20两，就是2万铜钱。可买大米200担，即2万斤，每日约640斤，按每兵每日3斤米配额，算下来便是210人左右。错，20两军需，真正能买米的只有15两，就是15000斤米。朝廷规定每兵每日3斤粮，实际上默认是2斤，算下来是250人。但是花钱是花3/4，上报兵额就要多报，所以每月20两军需对应的就是300士兵。你根本就不懂数学，是你根本就不懂军政。按军需吃空饷的比例是朝廷默认的潜规则，跟折色火耗、鼠雀粮号一样。当官的都知道，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？胡说！抽军需吃空饷是腐败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当行得端，坐得正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大姐夫说的对，君子坦荡荡。世子说的还是实情。锦瑜啊，你还是历练太少，屯在即合理。难道全天下就你一个聪明人能看到朝廷弊端？这便是为官之道啊！原以为二姑也是个傻子，没想到竟有如此政治觉悟。看来叱咤传闻是假，这份人脉可用。是在下输了，再来。这2个姑爷呀，来人，把酒撤了。不急，再拿酒来。怕什么来什么。韩世子，我跟你说，婉柔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子。至于沈婉宁，你可得好好教导。女子要真静贤淑。你看看她今天的打扮，庸俗、炫耀、虚荣。你胡说，明明是我家婉宁受了委屈，你这是颠倒黑白。我家婉宁才不虚荣，你废物！你没本事给你夫人买贵重首饰，就说别人炫耀，你小人！来人，把大姑爷扶下去休息。你别不信，她做了我好几年未婚妻，我比你了解她，你以为她真喜欢你？不可能，她呀就是嫌贫爱富，她每年都给我送荷包，天天装的情根深重的样子，嫁给你还不是图那些金银俗物？拉下去，快拉下去！不许说，你混蛋！快送到后院去，让大姑娘收拾。世子息怒，她喝多了撒酒疯，胡言乱语，当不得真呐！找婉宁，我要婉宁，我们回侯府。世子喝多了，先歇会儿，醒醒酒。婉宁就在后院，老夫带您过去。我家祖坟是出问题了吗？怎么2个姑爷一个比一个不正常啊？我的小奶狗终于知道伸爪子挠人了，可惜没在现场，不然高低得给他鼓个掌。好了好了，不委屈，爹，他喝多了，
我带她去休息。御夫有道，宁丫头确实出息了。听丫鬟说你把江锦瑜砸晕了，真棒，干得漂亮。他坏，他说你坏话，以后再也不跟他玩了。可是你跟他认识那么多年，你会不会因为我打了他不高兴？傻瓜，爱情这东西哪讲什么先来后到，竹马输给天将的例子可太多了。我捡到宝了才对，你别胡思乱想。他有你送的小荷包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好好好，给你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和他玩游戏，我可厉害了。什么谢元郎，也不过如此嘛。幸好婉宁没嫁给他。你属什么的？属狗，能给我绣只小狗吗？行，就绣小狗。好看，真好看。世子爷太可怜了，姑娘这敷衍的也太明显了。以前给江公子绣荷包，那可是精益求精，一绣就是10几天。姑娘，你这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世子爷啊？谁说我不喜欢了？少提那个姓江的，那是我最大的黑历史。姑娘，我活明白了，喜欢你的人，你送什么他都喜欢，这叫投其所好，花最少的时间达到最好的效果，性价比，懂不懂？姑娘，你就是偷懒。世子爷真可怜，希望姑娘别因为被姓江的伤了心，就亏待了世子爷啊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回府了。回家。相公，这是怎么了？韩云泽他怎么敢动手？他一个傻子，要是把你打坏了可怎么办？江姑爷只是醉酒加上皮外伤，稍后我开些醒酒汤喝下即可。有劳了。哭什么哭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换亲，当初就是个馊主意。韩世子一看就好拿捏，要是婉柔嫁过去，我能得到的好处更多。这个江锦瑜有才无德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都是你选的。现在他得罪了永宁侯府，今天若不让他好好去道歉，以后有你们哭的。娘，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？我被沈婉宁气晕，相公还被她的傻子丈夫打，爹也不疼我了。都怪沈婉宁那个小贱人，要不是她，我们怎会受这种委屈？我与她丈夫说那些，确实有违君子之道。韩云泽打我，也是护妻心切，情有可原。年轻人，行事要稳重，以后在官场上更要谨言慎行。哟，这是在开庆功会呢，不会又是大姐夫在说我坏话吧？堂堂解元郎，跟个长舌妇似的背后诋毁小姨子，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爹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是在下酒后无德，还请。宁儿，锦瑜已经知错了，为父也训斥过他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此事就此翻篇可好？翻篇？父亲，你可真大度！女子归于何其重要？他几句酒后胡言，就想让我当没发生过。这话要是传到祖老耳朵里，您猜他们会怎么看咱们沈家？出现了！白莲花的终极杀招——眼泪大法！父亲，你快看，我这姐姐可是大师级别！看看这备受摧残的身影，这忍辱负重的表情，这盛满泪水的眼神，多么可怜，多么无助！你是不是也想做个大英雄，为他撑腰？咱们不是在说江锦瑜毁你名誉的事吗？又没人说他为什么哭？哼，对啊，好奇怪哦，明明受委屈的是我，可他一哭，倒像是我欺负了他。唉，罢了，谁让我正直善良，不会耍心眼装可怜呢？他们不给你做主，还有我，咱们这就回府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哎呀，贤婿息怒，宁儿，爹没有怪你的意思。难道婉柔真是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？不会的，她那么单纯，她一定是心疼我被逼迫才哭的。江某的错，江某一力承担，认打认罚，但请你不要恶意揣测婉柔，她只是心疼我。哟呵，还挺有担当，你都舍得死，就别怪我舍不得埋了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我这个人呢，也就是想要个公道，我也不会闹到族长那里。不过小惩大戒还是要的，免得大姐夫以后喝2口猫尿就忘了礼义廉耻，得罪了我是小，万一得罪了不该惹的，连累了咱们沈家被抄家，我可是心疼我爹啊！骂也骂完了，打你就算了，小姨子打姐夫，说出去不好听，那就罚吧，名誉损失费200两，只收现银，概不赊欠。你怎么不去抢？哼，这可比抢来的快多了。200两银子，对江锦瑜来说，无疑是巨款了。怎么，大姐夫为难了？还是说，在你心里，我这条命连200两都不值？你那些话要是传出去，我可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
灵儿啊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大姐夫家不富裕，能不能少点儿？闭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今日未带现银，此玉佩乃长辈所赠，留作信物。明日申时，在下定当遣人带银子，将此物赎回。目的达到，吵架只爽一时，让他赔钱，才能让他持续性难受。既然事情解决了，那我们就不多留了。爹娘、姐姐、姐夫，告辞。小蝶，这不是二妹的贴身丫鬟吗？怎么弄成这样？二姑娘，奴婢知道错了，求你看在奴婢伺候了你8年的份上，饶了奴婢吧！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怎么回事？这丫头犯了错，婉宁不要了。妹妹也太心狠了，丫鬟犯错罚就是了，怎么动不动就把人赶走？万一她想不开寻了短见，妹妹岂不落了个刻薄寡恩的名声？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在我这玩道德绑架？不好意思，我这人没什么道德，不吃你这一套，要死就赶紧的。念在主仆一场，烧埋银子我包了。二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好了，一个丫头而已，宁儿既然不喜欢，就留在沈家配个小厮罢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被随便配个下人，富贵险中求，必须搏一搏。江公子，求你救救奴婢吧！二姑娘之所以赶奴婢走，是因为奴婢爱慕您的心思被她知道了。奴婢知道是痴心妄想，可公子您太过耀眼，奴婢管不住自己的心。奴婢不求什么，只求能每天看您一眼就心满意足了。求大姑娘收下奴婢吧，您那么高贵善良，一定不会像二姑娘那么狠心的，对吗？你胡说！来人，把这小贱人给我拉下去！嘿哦，既然他都说出来了，大姐，你不是一向自诩善良吗？好歹是一条人命，你就带回去吧。还是说，你的善良大度都是装出来的？当然不是，只是她不是我的丫鬟，我带回去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她心都在江家了，你随便配个小厮，万一真闹出人命，你心里过意得去？罢了，为了修复和宁儿的关系，只能委屈柔儿了。不过是个丫头，柔儿就收下吧。金鱼读书辛苦，多个人照应也好。爹，江公，如果能死在您的怀里，小蝶死而无憾。你怎么这么傻？大夫，快找大夫！不要怪任何人，只愿来生。不用来生，你坚持住，只要你活下来，我就带你回江家。太感人了，爹，还是赶紧把人送去江家吧。贱人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婉宁，你是不是还很喜欢江公子，所以才因为小蝶喜欢他，就把他赶走？你就给我记住一点，要是敢往家里带别的女人，我就揪下你的。不会，我才不会！哎，痛！知道就好。你明天就收拾东西，去家庙里好好清静清静吧。爹，你不能把娘送走！来人，把二少爷关起来。池儿，你今天做得很好，谢父亲夸奖。哥，你受伤了。鱼儿，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是岳父大人做主，将一个叫小蝶的丫鬟给了儿子。那丫头为儿子寻死觅活，儿子不忍，想请母亲安顿。好啊，我正愁没法敲打沈婉柔，这就送来一个更可怜、更痴情的。这么多年积攒的100两银子，离200两还差一半，看来只能写信找朋友借一点了。说话说话，天天霸着新婚的儿子，谁家婆婆这样？你干嘛去了？这么晚回来？没干嘛，早点睡吧。今天有点累了。为什么？才新婚啊？是他对沈婉宁那个贱人旧情复燃，还是对小蝶那个贱人上了心？
喜宿主，每日稳定收入，躺着也赚钱。宿主，咱们什么都没干，为什么江家和沈家还能天天贡献积分啊？知道就好，这有什么不科学的？我给他们埋下了一颗雷，现在不过是连锁爆炸而已。江锦衣欠了钱又拉不下脸，只能自己打肿脸充胖子。他一忙就没空应付他那个妈宝妈和白莲花老婆。狼多肉少，能不鸡飞狗跳吗？不过我总觉得这侯府看似平静，却总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。直觉，在这个地方，我必须有自保的能力。夫君，来玩球啊！哎呦，韩云泽，你劲儿挺大啊，没处使是吧？婉宁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别废话，去院子里蛙跳20个，不，40个。真是个傻小子，罚他也是为了让他锻炼身体。不过看他这么听话，感觉还挺爽。避孕丹怎么那么贵？再这么撩下去，我这点可怜的妇道就要守不住了。给世子夫人请安。二太太请世子夫人去牡丹院一趟，说是有要事相商。别去，二婶他们不好。怕什么？他又不是老虎，还能吃了我不成？你乖乖在家等我，放心，我什么都吃，就是不吃亏。管家的事恐怕不行，我家夫君说了，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赶紧生个嫡子，为侯府开枝散叶。祖父还等着抱曾孙呢。唉，我是真羡慕弟妹，成亲都快1年了，也没人催生，不像我，这才进门几天啊，夫君就急得不行，弄得我压力山大。延绵血脉确实是重中之重，可管家也是正经事。不如你先跟着学，等什么时候怀上了再退下来养胎也不迟。那可不行。这是谁家的绝世小可爱啊？你家的。有没有乖？有。那咱们去找祖父蹭饭。去。养了2只小馋猫，快给他们加几个爱吃的菜。祖父，不是孙媳妇懒，实在是我们想多花点时间培养感情，早日给您添个重孙。不想管就不管，不过你祖母说的也有道理，这侯府早晚是你们的，多少得知道些，不然将来你二叔他们分家出去了，你依靠谁？怕什么？到时候说不定我早就有儿媳妇了。您是信不过锦城的本事，还是信不过您挑儿媳妇的眼光？他们还能饿着我跟夫君不成？成儿很孝顺的，不会不给我饭吃。没你的事，吃饭。爷爷是怕你们吃亏，
权力不抓在自己手上，就是仰人鼻息。万一那小子将来娶的媳妇儿不贤惠，骗你们怎么办？骗呗，我俩也没啥好被人骗的。再说，祖父你也太高看我了，景城可是13岁就中了进士的天才，您凭什么认为我跟夫君能玩得过他？我不是怕锦城，我是怕他媳妇儿。祖父，您就放宽心吧，以锦城的能力，他被媳妇糊弄的可能性几乎为0。如果他真默许媳妇掏空库房，那我发现了也管不了，何必多此一举？与其防备，不如信任。再说，要是韩锦城真容不下嫡出的弟妹，恐怕都不会允许对方出生，命都没了，还要财产干嘛？反正斗不过，不如躺平。是我老糊涂了，这丫头活得比谁都通透。以锦城那小子的本事，又何须我多此一举地防备他呢？罢了罢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有问题？二筒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哼，够歹毒的，看我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宁丫头，你这是……祖父，孙媳妇直觉这衣服有问题，但又看不出所以然，只好来求您了。侯爷，世子夫人，这衣服的料子没问题，但绣线是用红花和麝香浸泡过的。什么？女子若是长期穿着此衣，恐怕会伤及子嗣，难以有孕，即便怀上也极易滑胎呀。查，给我彻查！果真是他，一点都不意外。不知祖父打算如何处置？这话该我问你，你才是苦主。哦，那就给二弟挑几个美人吧。什么？送美人？对啊，二弟妹肯定也要罚，就罚他抄100遍女剑，由二婶看着。不过他身边的嬷嬷是留不得了。至于二叔二弟他们，就别告诉了，家和万事兴嘛。你当真这么想？他要害你不能生育，你就拿这个不痛不痒的法子报复？恨啊！可我这不是已经复仇了吗？我又没受到实际伤害，总不能真把他休回娘家吧？看在楚尚书的面子上，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给二弟多送几个美人，他不痛快，我就痛快了。这件事委屈你了，这是祖父给你的补偿。我靠，这老头上道啊，直接爆金币！看来以后得经常刺激刺激那位暴躁大小姐，这买卖划算。谋害长嫂，被人抓住了把柄，若在别家休了你都不为过。侯府只是罚你抄书，大放了奴才，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。娘，我委屈，我都是为了二房好。傻孩子，娘知道你委屈，可你手段太蠢了。你婆婆生气不过是气你下手不够隐秘，被人抓了把柄。都是沈婉宁那个贱人，你先忍忍，最近别再跟她起冲突。我哪知道她一个小门小户出来的，还能认识洪善姐，都怪周嬷嬷出的馊主意。你还好意思说正直人有什么法子不好，偏从生育上动手？我那不是被她气糊涂了吗？谁让她笑我生不出儿子？糊涂，是药3分毒，你身子无碍，早晚会有子嗣的，急什么？听话，回去你婆婆那儿好好认个错。
谢夫人。天啊，这哪是宴会，这纯纯是大型认亲受罪现场。不过收礼收到手软的感觉还真不赖。世子夫人，您看，那位穿红绫裙的是张大人家的大儿媳，那位戴红宝石步摇的是李大人家的嫡长女。唉，人太多了，脸盲症要犯了，还是待在角落当个背景板最安全。世子夫人，是清月郡主，齐王的嫡女。齐王，皇亲国戚啊，来者不善。你就是永宁侯府给那傻子新娶的夫人，见到本郡主为何不跪？回郡主，我只听说见到皇上太后等才需行跪礼，郡主让我跪，似乎不合规矩。牙尖嘴利，本郡主今天就教教你什么是规矩。小婢，给本宫掌嘴。哎呀，这位姐姐，你这是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吧？郡主，我与您素未谋面，为何您一上来就要下此狠手？若您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即便去敲灯闻鼓，我也要为自己讨个公道。废物，滚回去领罚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质问本郡主？我让你跪你不跪，就是藐视皇家，打死了你，你也没处说理去。废物，你们都是死人吗？给我抓住他！住手！不过是教训个不懂规矩的蠢妇，怎么还劳烦王妃您过来了？在我家的宴会上打我请的客人，你打的是沈氏的脸，还是我们东平王府的脸？真是没教养！郡主，今日是老太妃的好日子，有什么事不如不用那么麻烦。念在老王妃的好日子，让这蠢妇给我磕10个响头就算了。郡主，你若与永宁侯世子夫人有何矛盾，还请私下解决，不要在此闹得太难看。什么叫我闹得太难看？他对我无礼，我教训他有何不对？真是智障吗？简直无法沟通。是妾身管束不周，让清月扰了府上安宁，还请王妃莫怪。清月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本王妃在此替她向世子夫人说声抱歉。这就是齐王继妃了吧？段位比她那傻妓女高多了。王妃言重了，不敢当。多谢王妃，妾身忽感身体不适，想先行告退。祖母，孙媳有些不适，想先行回府，免得在宴上失仪，扰了主家兴致。爷爷，我不是来蹭饭的，有要紧事。你先把手里的糕点放下再说。饿的。说正事，您知道齐王吗？今天他家那个缺心眼的郡主，不知道受了谁的挑唆，跑来找我麻烦。我跟他头回见面，无冤无仇，他却目标明确地冲我来。我寻思着，能让一个小姑娘这么疯狂的，八成跟情爱有关。爷爷，不会是我那没见过面的好大儿惹下的风流债吧？不错，是个明白人。怎么样，这未来的儿媳妇儿你还满意吗？还真是啊，那小丫头也就12、13岁吧。不早了，你当初定亲也不过才13。那亲又不是我想定的，就没觉得可惜了一桩好姻缘？哎，打住！江家就是个虎狼窝，没嫁过去是我烧了高香了。咱还是说说我好大儿的烂桃花吧。爷爷，你给句准话，他要是真喜欢那个刁蛮郡主，我就赶紧跟他爹生个2胎，然后我们俩卷铺盖回老家分家另过。想的倒挺长远，刚才不是还把人怼回去了吗？这就怂了。只有千日做贼，
哪有今日防贼的？哼，在你心里，我就是那么不靠谱的人。那样的女人，就算是皇上下旨，也别想进我韩家的大门。祖父威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这丫头倒是真把锦城当你儿子了。这当娘的总得关心一下儿子的终身大事嘛。等着吧，等见到真人，有你哭的。不过你放心，锦城那小子主意大得很，他已经明确表态，绝不可能娶藩王的女儿，卷入皇家争斗。原来如此。祖父，这点心我就帮你处理了。嘿，这丫头活脱脱一个土匪。香秀，去把府里的女则、女诫，还有大禁律法相关的书都给我找来。姑娘，你要这些做什么？师夷长技以制夷。别人拿规矩当枷锁，我就拿规矩当武器。女诫这玩意儿就像一坨屎，被人按着头吃确实恶心，但要是抓起来糊对方脸上，那就很爽了。我倒要看看，当那些迂腐的老太婆跟我讲规矩，我直接搬出刑法第多少多少条，他们要如何应对？学法懂法，才能利用法，这买卖干得过。婉娘，婉娘，慌什么？我还能跑了不成？王府的饭菜好吃吗？一般好吃。婉娘，你是不是被欺负了？外面都是坏人，我们以后不去了好不好？算不上欺负，有人找茬，被我顶回去了。放心，姑奶奶不是好惹的。今天开心吗？有没有人说你坏话？没有，他们只是不理我。人情世故那玩意儿不讲逻辑，你听不懂也正常，不懂就不懂。知道为什么二弟家的亲戚不敢说你了吗？传儿收拾他们了。对呀，那些人就是贱骨头，收拾一顿就老实了。骂得脏，是值得骄傲的事吗？能护着自己想护的人，就很值得骄傲。你也要努力，知道吗？以后上午打拳，下午读书，争取1年后，在讲理和不讲理2条赛道上通杀。2年行吗？不能拔苗助长。你说行不行？奔3的人了还装幼苗？晚饭前背不下第1章，打屁股。我背还不行吗？你看姑爷，多听姑娘的话，这才是好日子呢。可不是，江家那边听说大姑娘的丫鬟都快饿瘦脱相了，风水轮流转啊。姑娘，您和世子爷还没圆房吗？若世子爷身子不行，得赶紧治啊。若是他害羞，您也该主动些。我还不够主动，我差把我硬上弓了，好吧？可您总得要有个孩子傍身，以后老了才有依靠啊。瞎操心，我是他8抬大轿娶回来的嫡妻，上了族谱的。他名下所有孩子，不管是谁生的，都得叫我一声母亲，给我养老送终。我干嘛非要自己遭那个罪，去鬼门关走一遭啊？你们当圆房是我想就能圆的？你又不喝水强按头啊？没听说世子爷为何这个年纪才娶妻吗？万一把他吓着了，谁负责？得循序渐进。无聊。为了防止我利用小说学知识，系统把这个世界的文都屏蔽了，只剩下这些猎奇的免费小说。算了，打发时间也行。姑娘，您别不开心了，那种宴会不去也罢。我没不开心啊，我这不是在看书吗？姑娘要是无聊，不如给世子爷做些针线活吧。您看世子爷就得了个您做的荷包，天天当宝贝似的。您以前给江公子做的那些，虽然是先婚后爱，该有的流程也得有。荷包太没新意了。走，
去库房逛逛，看看能不能做点特别的。夫人，这水晶得有颜色的才值钱。您要是打首饰，首选紫水晶，这透明的京城里不流行。无妨，我就要这个。对了，库里有现成的水晶球吗？透明的？有的，这就给您取来。这白水晶纯净度够高，可以做个望远镜给韩云泽玩。我先把白水晶拿去做东西，下次再来拿水晶球。就要这个圆筒状的样子，用白铜打，水晶帮我磨成这样厚度的圆片，一片凸一片凹。另外再做几个，一个刻小狗，一个刻老虎，一个刻雄鹰，剩下的你自由发挥，怎么贵气怎么来。是，夫人，小的明白了。婉娘，我回。婉娘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摔到怎么办？我这不是看到我的心肝宝贝回来了，太激动了吗？不怕不怕，有你接着我呢。锦城少爷，便宜儿子回来了，这跟我想象中的傲娇小神童不太一样啊！活脱脱一个斯文败类。婉娘，婉娘，成儿回来了，你看，咱大儿子是不是很可爱？没，我这不是高兴傻了吗？见过母亲。好家伙，这小子在挑衅我！大儿子真乖，叫什么母亲？生分了，叫阿娘就行。我跟你爹天天盼着你回来呢。婉娘，成儿可好了，他知道你被那个坏郡主欺负，马上就帮你报仇了。哦，报仇？是秘密。成儿设计，让那个坏郡主跟临安侯家的纨绔摔在了一起，可没人知道是他干的。我真是想给你一个大白眼！这傻小子，这哪是给我报仇，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！清月郡主刚跟我起冲突就出了丑，所有人都会怀疑到我头上。这小兔崽子一箭三雕，不，4、5雕啊！见过母亲，看出我的算计了，你待如何？夫君多吃点，咱大儿子回来了，切身高兴。都说子不教，父之过，儿子这么乖巧孝顺，肯定是夫君你的功劳，我可得好好谢谢你。好歹毒的女人！母亲，爹爹不喜欢这道点心。不喜欢又不是不能吃，我这都是为他好。晨儿觉得是我这一片好心重要，还是他的喜好重要？唉，这么多年，我与太祖父都从未勉强过爹爹。唉，就是因为你们太娇惯了。你娘我命苦，六亲缘浅，幸好你爹爱我，我自然盼着他好。婉娘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们父子就是你的依靠。儿子还在呢，等晚上再亲。这女人不光心机深沉，脸皮也够厚。爹爹不是说今晚陪晨儿一起睡吗？儿子一走几个月，好想爹爹。看来爹爹是不想我了。怎么会？爹爹很想晨儿的。晚上就跟晨儿睡。母亲不会介意吧？若母亲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哟，阴险权谋风秒变作精小绿茶，可以啊，这小子。怎么会介意？
我一个当娘的还能跟儿子吃醋不成？行，你们睡。不过啊，你爹最近睡觉添了个毛病，手里喜欢摸东西，要是捏着手感不对，容易惊醒。没事儿，回头我让厨房给你蒸俩大白馒头，你先垫着用。这女人在说什么？她怎么敢当着我的面说这种事？她是诚心恶心我。今晚到底要不要跟弟弟睡？久闻母亲棋艺高超，儿子想向母亲讨教一句。用，谋士相斗，陛下为棋。行，奉陪到底。二筒，给我调个90岁往上，棋风稳如老狗的大师出来，我让这小子摸不清我的脉。婉宁可厉害了，我们下棋500多回，我就没赢过。爹爹学会下围棋了？没，我们用围棋下的5子棋，就是5个子连上就算赢。成儿要不要学？爹教你。心累。不可能，再来一盘。来呀！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你不是说以前程景生日，你给他做过长寿面？儿子远门回来，你不表示表示？对啊，你们先玩着。18岁的闺阁少女，棋风多变，完全不负阅历。母亲真是让儿子刮目相看。哼，你怎么看？重要吗？木已成舟，我都是你爹明媒正娶的夫人。无论是贪权还是贪财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我都能给你。但若你伤了我爹分毫，我必将你碎尸万段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娘我不贪财不贪权，就是纯好色，馋你爹身子。至于不伤他，长子之上，谁家两口子身上没几道抓痕牙印的？你有耻！你无耻！你有耻！当儿子的管到爹娘房里来了，你对我满是敌意。怎么，你断袖，看上你爹了？闭嘴！我看你舌头不想要了。急了？怎么，只许你恶意揣测我，不许我揣测你？大儿子，你不觉得你这做派很像争宠的小妾吗？愤怒只会燃烧理智，这女人不按常理出牌，我从未见过如此不要脸的女子。爹爹性格单纯，我难免紧张了些，方才一时情急，冲撞了母亲，还望母亲见谅。无所谓，反正你也没占到便宜。小小年纪心机深沉，还能屈能伸。好大儿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步子迈太大，小心扯了蛋。母亲，您不觉得自己的言谈有些太糙了吗？老实说，见了你我很失望。你现在少了敬畏和谨慎，锋芒太过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中庸之道，不是谁想走就能走的。我若不锋芒毕露，如何能护住我爹？别不服气，你现在桀骜不驯，出手狠辣，别人看你年少轻狂，不跟你计较。但若你一直如此，只能被当成兵器使用，最后落得个不能善终。母亲似乎很了解我，真让儿子受宠若惊。那倒不必，只要你乖一点，为娘宠你的时候多着呢。我尽量。乖，以后在我面前尽量别这么想，我怕自己忍不住抽你。还是尽快把这女人勒死吧。儿啊，你这养气的功夫还得练，别动不动就放杀气，除了能显示你无能狂怒，没个卵用。冒昧问下，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？忠臣、奸臣还是孤臣？你给娘透个底，我也好规划规划我跟你爹的养老问题。母亲懂得倒是不少，那么在您看来，儿子该走哪条路？自己的事自己决定，都多大了，还让娘拿主意？
婉宁，成儿，快来吃面，我尝过了，很好吃。夫君真厉害，有没有给祖父送一碗？有，祖父不吃葱，成儿不吃姜，婉宁你不喜欢香油，我都有记得。夫君真棒，奖励一个亲亲。被亲一下就这么高兴？爹，你忘了他刚才还被你吃不喜欢的点心吗？恶心，果然还是想掐死这个女人。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怎么想的。我可不是造谣，小傻子睡觉是真的有那习惯。但愿这父子俩明天早上不会太尴尬。爹爹，您住到母亲院里，儿子想找您都不方便。爹他居然不乐意，靠！那爹爹可以每天陪成儿吃晚饭吗？除了这点时间，我们父子都没法相处了。当然可以。婉宁粘人，成儿也粘人，我只有一个，好为难啊。不过，晚饭到睡前的时间给成儿，应该算是一碗水端平了吧？婉宁要是不同意，我就去爷爷那儿躲几天。好消息，爹摸不到东西只会哼唧，不会写。坏消息，他会一直摸。我后悔了，应该预备俩馒头的。辛苦啦，来补补。看着黑眼圈，一看就是没睡好。成儿失眠了吗？是不是太久没跟爹爹一起睡，兴奋的睡不着？我觉得是，夫君你睡着了，成儿肯定看了一宿呢。怎么这么不爱惜身体？放心，爹爹这几天都陪你睡。太好了，早知道孩子这么想爹，我宁可独守空房，也得紧着孩子啊。不用了，父亲，儿子已经长大了。陪睡就不必了，这福气太沉重，我吃不消。怎么样，见到那小崽子了，惊不惊喜？惊喜，太惊喜了！我家大儿一回来就替我出气，简直是孝经在世。死鸭子嘴硬，我怎么听说你俩吵得脸红脖子粗的？没事儿，孩子叛逆，打一顿就好了。祖父，不说他了，您跟我讲讲朝堂局势呗，我这个未来当家夫人也好多学一些。哼，老朽久不入朝，哪里知道？你不如去问你的好大儿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，您代表老勋贵，他代表新贵，我跟云泽正好承上启下。你要是不说，我回头就让云泽过来问您，他最近背书可勤快了。别为难泽儿了，他记不住。也是那小崽子做事太毒，不留余地，否则我早把侯府交给他了。皇上那是拿他当刀使呢。等收拾完老牌勋贵，他第一个被推出来当替罪羊。祖父高见，那您老就给我说说呗，那些世家大族的秘辛，他不乐意听，我乐意听啊。我们永宁侯府能安稳至今，靠的就是3不原则：不参与夺嫡，不送女入宫，不结党营私。可惜我子嗣凋零，次子又扶不上墙，孙辈里也就锦城那小子算出息。可他性子太凉薄，我打过骂过也怀柔过都没用，就因为云泽多关注了一下他叔叔家的孩子，他就差点把那孩子弄死。那小狼崽子心里只有他爹一个。原来如此，难怪老爷子非要给云泽娶妻生子，是想用亲生的弟弟妹妹来牵制韩锦城。如今看来，给你和泽儿赐婚这步棋走对了。二头，快记下来，这可都是1手材料，有钱都买不到。祖父，您看这个，这是孙媳孝敬您的。此物是你琢磨出来的，你可知它若用于军事，会是何等奇迹？
我就是偶然发现摔碎的水晶球能放大东西，就想试试，怎么用还是得听祖父的。这东西现在不能现世，制作的工匠我会处理。你把这件事忘了，就当从没有过此物。祖父是想找合适的时机再进献。此等神兵利器，越是保密，将来作用越大。若是流传出去被人仿制，我大晋就失了先机。行了，我累了，你回去吧。老爷子的反应有点奇怪，不只是奇货可居那么简单。算了，这趟也不白来，千里镜就当是付费听书了。姑娘的胸已经够丰满了，怎么还放这个？这得放了2斤棉花吧？便宜儿子回来了，当娘的还没给见面礼呢，亲手做的才有诚意，不是学绿茶跟我抢老公吗？姐让你知道什么叫请神容易送神难，稀罕你爹，那就好好陪你爹睡。老娘连道具都给你备好了，够贴心吧？我可真是贤妻良母的典范。婉宁，你说成儿将来的媳妇儿会喜欢我吗？她要是不喜欢我怎么办？你这么说话容易挨揍，知道吗？他要喜欢你才坏事了呢。你儿子比你有主意，少操心。我听人说，夫妻都是一体的，万一成儿的媳妇儿不喜欢我，是不是成儿也不喜欢我了？你儿子怎么可能被媳妇左右？放心吧，娶什么样的儿媳妇都影响不了你俩相亲相爱。你是不是不喜欢成儿？谁说的？这么优秀的大儿子，不用我生，不用我养，直接就能给我养老，我傻了才不喜欢。成儿，今天有没有看到喜欢的姑娘啊？儿子还小，不考虑成亲，倒是父亲有喜欢的可以领回来，家里也热闹些。那怎么行？是你娶媳妇儿，当然你喜欢最重要，哪有直接领回家？你儿子是说让你看到喜欢的姑娘可以领回家做妾。不要，不纳妾，婉宁就不要我了。要是把自己弄脏了，我就不要你了。母亲，善妒乃七出之条。哦，那你去报官吧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在我的字典里只有丧夫，没有被休。你要是嫌家里不热闹，明儿我就给你相亲，贵妾、良妾、贱妾、婢妾，一次性给你配齐了。应该是成儿不对，他不该让我纳妾。可我要是说了他会不会以为有了后娘就有后爹？那个，我突然有点想出宫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属鸵鸟的本事倒是不小。人都走了，现在可以敞开说了吧？你不是一直看不惯我吗？母亲不觉得自己管得太宽了吗？夫为妻纲，父亲身为侯府世子，3妻4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这世上正常的事多了，我这个做嫡母的还应该千方百计弄死你这个庶长子呢。韩景成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贪图侯府的爵位，也不稀罕那些财产，我只想跟你爹好好过日子。你要是不放心我生孩子，那我不生就是了。你要是不服气，想使绊子尽管放马过来。不客气又如何？你所倚仗的不过是我爹对你一时新鲜，除了他那点喜欢，你还有什么筹码？唉，真是好人没好报啊！我这样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嫡母，结果好心被人当成驴肝肺。为娘累了，你归安吧，顺便从墙根把你爹提走，告诉他，你娘我月信来了，最近半个月让他跟你睡，你以后没事也少往我院里跑。无耻，无耻至极！这个女人真是不断刷新我对无耻的认知。这老头儿竟然真的蹲在这儿，活像个受气包。平时肯定没少被那女人欺负。爹，您怎么蹲在这儿啊？婉宁不理我了，她说她不要我了。哼，做妻子的把夫君往外轰，这是最蠢的行为。真以为这世上就她一个美人不成？没事儿，爹，有儿子在呢，他不要您，儿子要您。他说要是脏了，他就不要我了。爹，您是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哪有那种说法？
是时候让这女人知道，侯府里可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。爹，儿子也想您了，这些日子不如您就跟我一起住吧，儿子给您做好吃的，给您讲故事。真的吗？成儿真好。哼，趁着这个机会，我一定要把爹的脑子掰正过来。成儿，你是不是怕爹有了新弟弟妹妹就不要你了？你放心，爹永远最爱成儿。这女人竟然真的送来了这玩意儿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手工针插，针脚比我爹那个荷包还粗糙，既不温柔也不贤惠，德容颜公也就一张脸能看。我爹到底喜欢他什么？恐怕也没有哪家嫡母会给庶子送这种见面礼吧。我爹睡着了，应该没关系吧。婉宁，你看看这花多好看，跟你一样。谢谢。这个点心快尝尝。怎么回事啊？跟婉宁玩开心，跟成儿玩也开心，可为什么你们俩都在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开心，反而觉得好累啊。就你爹这智商，还想着三妻四妾呢，他玩得明白吗？玩不玩，得明白也完了才知道。你以为别的女人都跟你这么强势霸道？我爹天生好命，就该所有人都哄着他，只会让他迁就的女人不配待在他身边。有招想去，没招别逼逼。我什么也没说呀。你以为我没招吗？夫人，沈家来人了，说是沈夫人病重，沈二少爷摔断了腿，沈大人请您回府侍疾。沈家这么巧，母亲病重，二少爷摔断腿，不会是这小子出手了吧？他是想试探我，还是想调虎离山？哼，果然不安分。我等下去沈家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好呀好呀，媳妇儿，那沈家的人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让他们好看。没事儿，谁也欺负不了我。这小傻子还真是天真的可爱。不过韩锦城这小子是真会给我找事儿啊。宿主，你可不能放任男主乱来啊！要是这些剧情人物都嘎了，我上哪儿给你刷积分去？没积分就没积分呗，大不了我在这世界养老，反正系统你之前也说了，世界不会崩塌就行。那也不行啊！如果后续都没有积分收入，我就会被强制遣返，还要接受失败惩罚，考不好就会被销毁的。宿主，你就可怜我吧，求求你了，千万别跟男主硬着来，你抗争到底，最终都是身边人死伤殆尽啊！我可是大女主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无论对方怎么威胁，哪怕把我身边人都杀光，我也不低下我高傲的头。宿主，以后的积分咱们4-6分行不行？我4你6。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3七总行了吧？爱情诚可贵，自由价更高。若为尊严故，二者皆可抛。妹妹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？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还真待得住？就算不心疼华儿，你连娘亲也不在意吗？那可是生你养你的亲娘。姐姐不当裁缝可惜了，这扣帽子的水平越来越高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不着急了？要真按先来后到论心意，府里的丫鬟婆子岂不是比你还孝顺？父亲也评评理，女儿来得晚吗？婉柔，你也太不懂事儿了，还不赶紧给你妹妹道歉！侯府有侯府的规矩，你以为是你们家小门小户的，抬脚就能走？爹，你在这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去照顾你娘？你娘平时最疼你，你要是还有孝心，就好好伺候，别总想着掐尖要强欺负你妹妹。呀，大姐夫，好久不见！听说上回赔我那200两银子，不光让你倾尽家产，还负债累累，银子还完了吗？不劳二姑娘操心。大姐夫别客气啊，虽然我跟姐姐关系一般，但好歹是亲姐妹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呢，我哪能不惦记她？百无一用是书生，大姐夫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也没个赚钱的营生。眼看着春闱在即，你又忙着赚银子，时间可还够用？好了，都别站着了。婉宁，你们快随我进去吧，你娘还卧病在床呢。这小狼崽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得好好评估一下他的手段才行。
娘，爹现在不疼我了，弟弟又还小，根本靠不住。要是娘也没了，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？也就是现在娘家还算得力，他不敢明目张胆让锦瑜纳妾。可要是娘家不管我了怎么办？锦瑜她真的能顶住那死老太婆的压力不纳妾吗？呀，这么伤心啊？是伤心你娘病重，还是担心以后没人给你撑腰了？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青青性命。姐姐，对你抢来的姻缘还满意吗？江家那老太婆不好对付吧？说起来，我还要谢谢你呢，上杆子替我跳那个火坑。娘都病成这样了，我能不哭吗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冷心冷肺无情无义？我婆婆好着呢，用不着你在这儿挑拨离间，她只是不喜欢你罢了。毕竟妹妹你素来不讨长辈喜欢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打肿脸充胖子吧？你这么说不觉得亏心吗？那老太婆不是不喜欢我，她是不喜欢儿媳妇。如今你成了那个跟她抢儿子的人，她还能对你好？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你以为你又能有多好？你家那个庶长子一看就不是个好相与的。你以为你这辈子还有机会生下孩子吗？那老男人一把年纪了，还能护你几年？等以后孤苦无依，在庶子手底下讨生活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将来的事谁又说得准呢？先苦不一定后甜，但先甜是真的很甜。知道为什么爹不向着你了吗？你没见他看见我家程二时那样子有多谄媚？不要吵了，婉宁，娘错了，是娘对不起你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如今我要不行了，你们姐妹要守望相助，莫要再为些小事伤感情了。血浓于水，你们可是异奶同胞的亲姐妹呀。人又没死，哭丧是不是早了点？有病就治，少借机想些不切实际的妄念。你是不是忘了你的养育之恩我早就还了？你也跟我断绝了母女关系，咱们之间谈交易还行，谈感情就免了吧。婉宁，你竟然这么绝情，我都快死了，难道还不能放下吗？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怎么就不能帮帮姐姐和弟弟呢？二童，沈氏中的到底是什么毒？宿主，我不是扫描仪，也不是神医系统，对于这方面真的爱莫能助。沈氏中的毒，既然普通大夫查不出来，那估计只有下毒的人才知道。宿主，要不你去问问你的好大儿？别闹，我要是去问他，那不就中了圈套吗？谁知道那小崽子有多少坑等着我呢？也许这东西压根儿就没解药，他可能就是真的想毒死沈夫人。宿主，为什么？你们之间有那么大仇吗？他要毒死你娘？哎呀，笨啊！古代亲娘死了，外嫁女最少守1年重孝，要是讲究的，要守3年。守孝期间不能吃荤，不能同房，不然就是对先人不敬。那小崽子还是怕我生孩子，夺了他的宠。我觉得我家好大儿跟江简瑜的娘应该很有共同语言，一个儿控，一个父控，都挺变态的。宿主，气氛暴涨，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沈婉柔和沈夫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建议宿主住在沈家，多薅点羊毛。万一沈夫人就救不过来，以后就少了一个固定暴君币的，怎么也得薅个够本才行。贤婿，锦城，来，喝茶。这可是我珍藏多年的好茶，平时轻易不拿出来的。成儿啊，你这次科举大放异彩，可真是给我们沈家长脸了啊！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外祖父过奖了，晚辈不过是运气好些。你平日里都读什么书啊？我都看，什么书都看一点。哎呦，宁儿，你可回来了！宁儿啊，你母亲她有出气没进气的，恐怕也就这2天了。要不你今日就住在府里吧，多陪陪她。父亲这话说的可太丧气了，母亲吉人天相，怎么会这么轻易就？还是多找几个大夫给母亲瞧瞧才是正经。回头让云泽去求祖父，请个太医来给母亲看看，也算我这个当女儿的尽一份心。对，母亲病了，找太医是应该的。我回去就跟祖父说，需要什么药材都从我份例里出。哎呀，贤婿真是体贴周到。这点事不必劳烦太祖父。
儿子也有几个相熟的太医，回头写封帖子就行。母亲也别太过忧心，外祖母吉人天相，自然否极泰来。哎呀，娘的大儿子真是懂事孝顺，娘亲真是爱死你了。下次大晋再有孝子评选，为娘肯定把你名字报上去。宁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贤婿，这丫头向来没个分寸，你别往心里去呀。对，这才对嘛。成儿以后要乖，不能惹你娘生气。走吧，成儿，娘带你去看看你外祖母，让她也见见你这个孝顺的大外孙。你又想干嘛？还能干嘛？当然是带你去看看你的杰作啊！哼，我的杰作？母亲这是在说什么？儿子听不懂。啊，听不懂是吧？大费周章地引着沈华去沈家家庙，害他摔断了腿，又给我娘下毒。我总得让你看看自己的成果不是？不过为娘还是得说你一句，你这从老弱妇孺下手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地道啊？哦，母亲这是心疼了。儿子听说沈夫人对您不好，沈烨那小子也处处诋毁你，称赞他长浅。儿子这不是想替您出口气吗？唉，好歹也是朝廷命官，你这格局能不能打开些？送礼要投其所好，报仇要直戳痛点，你这手段也太低端了。愣着干嘛？不是要去探望你外祖母吗？走吧。婉宁，母亲，成儿来看你了。外祖母，您感觉好些了吗？孙儿祝您早日康复。这孩子跟宁儿一起来的，难道宁儿她真的回心转意了？老天开眼呐！好孩子。成儿，你跟外祖母好好说说话，娘去看看药熬好了没有。这毒，沈婉宁竟然一点都不在乎，她到底是不是人？